嗨，我是大明，这里是 D-Min Studio。市面上的八音阶口琴有分为12孔、14孔、16孔，在这么多种八音阶口琴之下，如何挑选出适合重奏用的八音阶口琴？今天我会把我自己的经验分享给你。第一个问题，我们会考虑到孔数要如何选择。初学者或者是入门在吹重奏的时候，我非常建议你直接买16孔的口琴。因为在重奏乐谱完整编制下，会把音域平均分在高、中、低的地方。那如果你今天买的是12孔琴，或者是更入门的10孔的半音阶，那就会有低音不够用的问题。如果你今天吹的是主旋律的部别，那可能感受比较没有那么明显。那如果你是吹非主旋律的部别，那你可能有大量的时间会吹到中低音，甚至到最左边的4个孔背低音的部分。所以比较好的状况是买16孔琴作为入门，之后如果你有闲钱的话，我们再去买14孔或12孔的琴作为第二把的音色选择。那如果你以台币8000块的级距以下选择，那你可以有德国 Hohner 的280，或者是日本 Suzuki 的 SCX 系列，都是不错的入门琴选项。第二个问题，你可以考虑到音色方面。那主旋律我会建议你用一个比较突出的声音，或者是比较有特色的口琴去做演奏。那第二步就是非主旋律部别，你可以使用一个比较中性、比较温和的声音，这样你可以让主旋律跟和声都做得很好的搭配。如果主旋律集中在某一个部别，例如第一部，那我会推荐你第一部用 Hohner 的280系列，那你的第二部可能你就可以选用 Suzuki 的 Sirius 系列。Sirius 系列的音色比较中性，比较温和，那它也很适合做二部使用，或者是你可以选择 Suzuki 的入门款 SCX， 它的高频比较多，作为你的第一部，那一样用 Sirius 作为你的第二部和声的部分。那这个前提是你主旋律大部分都集中在同一个人。如果今天有主旋律的交换问题，需要大量的切换1、2部再吹奏主旋律，那我会非常建议你2个部别都用同一把琴，这样比较好在角色上做出互换的感觉，然后你也可以透过嘴型调整来调整你的角色前后问题。第三点，你可以考虑到材质的问题。如果你今天是入门的琴款，那大部分都是用塑胶材质，那塑胶这个琴的声音听起来就会稍微普通一点。那如果你预算往上升，你会买到木头或者是金属材质。木头的这种琴声，它在中音量的时候吹起来会比较温和，但如果你吹到大音量的段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琴其实蛮有张力的，而且它会有稍微有点撕裂的感觉。我个人是蛮喜欢带点这种情绪型的张力。那金属的琴声它就会有不同的样子，它在中音量吹奏的时候的声音是非常有质感的，然后它高频也会略多一点，所以听起来是蛮清亮的。但如果你吹到比较大音量的段落或大音量的乐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声音好像有点出不去，会有点被压住的感觉。所以各有特色，你就是选择一种你觉得适合的。但是我不建议你在初期的演奏你就混搭使用，因为这样会让你在练习时候要跟对方沟通会有一点困难，因为大家琴的材质不同，吹法也可能会略有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在一开始就混搭的非常严重的话，那你在沟通上就会产生更多困难，导致你们团练的时候进行会有一些问题。第4点，你可以开始考虑你是不是使用音响。那以乐团演出来讲，我们大部分的团练跟演出都会使用音响，所以我们会经过数位的混音台做调整。那这时候琴声对我们的影响就并不是太大，纯粹是个人吹奏上的感觉而已。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像学生音乐比赛这种没有音响的状况，那你要怎么选择这个琴的材质搭配，或是你要怎么选择这个琴的使用，就是一件很重要的课题。接下来我就分享几个我在频道里面的录音跟录影所选用口琴的方法以及经验给你知道。第一首是去年国中组4重奏的指定曲，叫做《比翼鸟》。那主旋律我选用的是 Laylabs 64X， 它是双层座板的口琴。双层座板在演奏上会比较具有颗粒度，在演奏低音的时候也会比较有力道，所以这个声音听起来比较突出，比较有特色一点，所以我选用主旋律的部分。
那第二个副旋律和声的部分，我选用的是 Suzuki 的 Fabulous 系列。这个系列的簧片比较长，所以它的声音比较厚实，比较温厚。然后因为它簧片比较长的特性，所以在吹一些和声的延展性也蛮好的。那我选用这2款这个路线差比较多的琴，做出主旋律跟和声的差别，在音色上会听起来再稍微丰富一些。下一首曲子是一样的月光，在编写上我们把比较激昂的旋律放到第2部，那第2部比较需要声音独特性，所以我选用了 Laylabs 64X 系列双层座版的琴。那比较柔和线条型的旋律编到了第1部，所以我们选用了 Laylabs 64比较中性的声音。那第3部主要是一些穿插的音阶，还有一些比较衬底的长音，所以我就选用了 Suzuki Fabulous 系列。那原因跟刚刚讲的一样，因为它的簧片比较长，所以它在做衬底的时候的声音延展性会比较好一些。One Night in 北京这首曲子总共有7个部别，扣除 bass chord 总共还有5把半音阶。那在频道里面我5把半音阶的录影，我分别用了几把口琴。主旋律的2个部别我用的是 Laylabs 64跟 CX12 Jazz。Laylabs 64系列的琴它是木琴声木盖板，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木头琴的音色。那 CX12 Jazz 版它的声音是一个塑胶的感觉，所以我用木琴跟塑胶琴做出2种音色上的差别，在听觉上也会稍微有趣一些。开头我选用的是 Tooth 系列 ，Hohner Tooth 系列的特色就是它有一个比较沙沙的声音。那我在吹奏当下，我也特别把吹嘴的地方放松，故意制造一种漏气感，所以漏气感加上沙沙的声音，听起来就会有一点凄凉，有一点唯美的感觉。那其他部别一些比较重要的衬底部别，我一样选用 Suzuki 的 Fabulous 系列，让它把这个衬底的感觉的延展性做出来，还有和声更做饱满一点。总和来说，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Suzuki 的 Series 系列或者是 Fabulous 系列，这个系列的琴因为它的簧片比较长，所以它在做一些和声的填补或者是低音的衬底，它可以做得非常好，而且你在演奏上也可以非常的轻松。但相对的，如果你拿来吹一些快速音阶，它可能就稍微模糊一些。那如果主旋律，我会推荐你用音色比较独特的琴，例如 Hohner 的 CX12 Jazz 或者是 Hohner 的 Tooth 系列，或者是 Laylabs 64X 这种声音比较独特的琴来做主旋律，你也会轻松很多。以上就是今天所分享的如何挑选一把重奏用的半音阶口琴。那你要考量你的经济能力，考量你的用途。如果你对口琴课程有兴趣，也欢迎在下方资讯栏了解更多。那如果有任何想要知道的口琴相关的知识，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我是大明，这里是 D-Min Studio，我们下次见，拜拜。